我最近特别想吃小时候吃的那个无花果丝儿，但是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地瓜做的，它吃起来特别面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小时候吃的其实都是用萝卜做的，所以我们去扛了1200斤萝卜回来。我打算在家报复性做点这玩意儿，来弥补一下小时候不舍得大把吃的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个报复啊，首先得能忍受得了这萝卜的香味儿。这么多萝卜放一起，那劲儿实在太大了，我那几天都没敢出门见人。就当时那个状态，我要是出门站到一个陌生人旁边的话，他100%分不清我是在那自己喘气呢，还是站在旁边偷摸放屁了。然后为了吃的时候能没有萝卜味儿，我们这顿折腾啊，又是放盐下水，又是放糖和柠檬汁给它腌底味去辣味，就连最后抓拌用的梅子粉我都费了老多心思了。我买了50斤话梅回来挨个取肉，然后打粉的时候还放了好多陈皮和甘草。这活干的比回老家掰苞米还累，不过吃起来应该很健康。但是这么多萝卜凑一起，家里根本就晒不下。后来我把家里所有能通风的东西都给拆下来晾萝卜了，完了提前选了个大晴天，整整铺了一院子。接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，那属于是晴天定丰收啊，但雨天直接死。萝卜晒了2天半，那状态特别好，我感觉再风干1个晚上就能丰收了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那天晚上太极否来，物极必反了。那后半夜睡得最实的时候，外面下了3个小时雨，生生把我要晒好的萝卜干都给浇成萝卜了。后来面对这琢磨不透的天气，我觉得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了。8月15那天开始，我把我地放到院里打精了。这回有了守夜人的加成，那萝卜3天就丰收了。然后这些晾干的萝卜丝儿需要再喷点柠檬汁回润一下，之后拌上我们精心自制的梅子粉，最后再撒上厚厚的白色糖粉。现在不论是卖相还是味道，都跟小时候卖1毛钱1袋的零食一模一样。尤其是那种越嚼越酸，然后酸到流口水的感觉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。然后为了更能还原当年的感觉，我还定制了一批包装袋。这袋一用上，我那小时候偷着拿家里钱买零食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。就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要有这么多无花果，那我纯校园大霸。不过这些玩意儿直到我做完了，我也没想明白，我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萝卜，它和无花果到底有啥关系啊？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面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，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是寒性水果，我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梨先血皮炒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起炖，这样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这些梨血皮插丝干了10来个小时，都要给我们累麻了。我心说，要是这么折腾完了还不能去寒的话，那我只能在炖的时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后煮梨肉的时候，我还放了点大枣、生姜、罗汉果。但是接下来有个很费人的事儿，就是要给这些煮熟的果肉滤汁儿。那挤汁儿的时候，我们老卖力了，挤出来的果渣比我拉都干。后来给那手爪都拧成鸡爪了，动2下就开始抽抽。一共挤出1桶半的汁儿，不知道最后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后这玩意儿煮的时候还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说不准哪下就偷摸自己扑锅了。所以我们快速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并且把双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没想到熬一个小小的秋梨膏又他妈在家打上精了。为了增强秋梨膏的止咳效果，我还放了点川贝母。这玩意儿我一共才买了3两多，却花了我将近4000元呢，这换算下来比我命都值钱。就现在这个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别说咳嗽了，我估计我咳血都不一定能舍得喝。所以最后熬的时候我们都要吓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立马换锅。整整熬了17个小时，1分钟没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搅。那给水熬没之前，差点先给我熬没了。最后450斤梨没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来1斤成本掉150块钱了。但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熬秋梨膏了，这玩意儿实在太费人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时候，我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呢。等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大哥。我最近天天热的吃不进去饭，看啥都没什么食欲，所以我买了300斤辣椒和200斤牛肉，我打算做点下饭的烧焦牛肉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为了能吃得爽，肉我买的都是带点雪花牛肋，但就是切丁这活强度有点大。我们切肉这一步居然干了10来个小时，这一天光磨刀就磨了30多回。不过后来烧辣椒的时候还挺满足的，因为这辣椒经过炭烤之后真的特别香。就这味儿已经香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不考虑物种的话，我愿意和他结婚。
但是后来雷辣椒的时候可太致命了，因为我原本买了一个超大雷体，寻思能干得快点，结果我俩取快递的时候走道卡了，跟那玩意摔稀碎，后来就只能用这种普通的蒜捣的雷辣椒。我他妈这小玩意锤300斤辣椒，整整干了一宿啊，好像每一下都在那敲功德呢。而且因为雷的太卖力了，给石棒都磨没了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这碗辣椒还能不能要了？但后来我转念一想，辣椒一窜，石灰拔干，那这俩玩意一起吃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当然巧克力就准备猛干了，但这时候又有个新问题，就是家里这锅炒肉是既炒不下又特别粘，所以为了能加快效率，我火速去订了一个直径1.4米的大铁锅。这锅买回来都绝门了，刷它必须得进锅里刷，而且家里没有任何一样厨具能炒得开这锅里的东西。所以经过我缜密的思考之后，我去买了把铁锹回来炒肉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这铁锅配铁锹炒完的肉是真香啊！最后把炒好的牛肉、捣好的辣椒，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调料都放到这大锅里，再拿热油这么一激，我的妈呀！就现在这个酱，要是拌点米饭或者蘸个馒头吃，都香到头了。最绝的是这里现在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香味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，但是唯一不足的是这个酱肉太多了，吃2口就容易吃饱了，而且它现在也不配叫烧焦牛肉酱了。要是严谨的按照配料表含量来取名的话，牛肉这俩字得放到前头了。我最近特别爱吃小龙虾拌面，但是这玩意儿每次做都是折腾半小时，完就吃5分钟，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做点小龙虾浇头，这样以后想吃就不用现做了。然后为了能省点事儿，我刚开始想用现成的小龙虾肉，但是这种肉吃着特别面，就直接让我放弃了。后来我还买了好多种龙虾尾，不过虾尾不管怎么处理，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，所以它也不能用。那么好啊，既然条条大路都不通，那不如直接走老路。我们赶着早上5点半市场刚开门的时候，去一只挑了400斤活的小龙虾回来。到家之后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咱们放下杂念，直接进入生产队。这些小龙虾刷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都给炸了。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时候先炸，炸完了再去虾线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虾肉的紧实。不过这么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很多。这400斤小龙虾，我们8个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。我感觉我活到现在，拢共都没吃过这么多小龙虾。那后来干呢，给手指头都缠上膏药了，真是肿的没边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光保留了虾肉和虾钳，脑子里的虾黄我们也都抠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这玩意儿不能吃，但鉴于我们的生命难度，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啊，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是明天的事儿。收拾完这些虾，可算能消停歇会儿了。龙虾肉我们打算做成2个味儿的浇头，蒜蓉味儿的，我们整扒了40斤蒜，然后炒了一大锅蒜蓉酱，这现在空口就馒头都特别好吃。香辣的是用虾钳煮的底汤，所以这汤有特别香的虾味儿。就这些小龙虾呀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给他们用到头了。最后要把虾肉分别放到2个汤碟里，再烹调一下。为了吃的时候方便，我们提前把芡都勾好了。现在这香辣味的是麻辣鲜香，特别入味儿；蒜蓉的也是有特别浓郁的蒜香味儿，就连这虾钳嗦了起来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只要有手，在家只需要2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味道浓郁的小龙虾拌面和拌饭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这一份浇头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块钱了。不过这种在小龙虾里找面吃的感觉实在是太爽，尤其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是能迅速的吃上这么一份大碟，我的天，我必须得说上一句：虾门永存。哎。